所以有人問我說，哇，228,000我應該買 Tesla Model Y 還是 Toyota bZ4X？ 那今天換我問你了 ，OK？ 不要每次我講，你講啦 ，OK？ 你告訴我為什麼200多千你應該買 Toyota bZ4X， 而不是 Tesla Model Y， 而不是買 Leapmotor， 而不是買小鵬，不是買 Zeekr， 不是買。Alright， 大家好。那今天呢 ，Toyota Malaysia 就終於推出了電動車。所以印象中可能 Toyota 有電動車，可是沒有啊。今天 Toyota 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它推出了3台電動車，一個就是這個 Toyota Hilux BEV， 還有這個傳聞很久了的 bZ4X， 還有那個Suzuki e-Vitara 的換標車型，也就是 Toyota Urban Cruiser。但我今天不打算跟大家講車子的價錢、車子的 spec， 我會放在影片底下，大家自己去看這樣子啦。因為3台車子的售價分別是198千、200多千跟220多千，所以都在200千左右的這個價錢。貴是肯定貴，因為他們都是算是進口到馬來西亞，不是在馬來西亞本地組裝，所以都會被課了不同程度的這個 tax。只是說，講真的，我今天看到這3台車子的時候，或者說我前幾天收到消息的時候，我心裡面是有一點很多複雜的情緒的，因為在2026年的4月。這3台電動車，我個人覺得最 OK 的就是 Hilux BEV。雖然 WLTP 是240公里，可是它是 Make Sense， 它是合理的，因為畢竟它是一個 Pickup Truck，它有700mm 的涉水深度，離地間隙也很高。然後它有它的用途，它是一個 Pickup Truck， 它是一個 Utility Vehicle。然後 even bZ4X 它是一個前輪驅動的電動車，它有4輪驅動吧，這個是7輪驅動的版本。然後其實 bZ4A 也就是這個 Lexus RZ 的普通版、便宜版，就很像 RAV4 跟NX RX 這樣子的關係了。然後 Toyota 叫它是 ETNGA Platform EV Dedicated Platform，but 它沒有 frunk， 車頭沒有儲物格，所以你看它的車底盤架構，如果用今天的科技感去衡量，其實它算是一個 hybrid platform， 它算是一個可以兼容不同 powertrain 的 platform 啦。把它對於 Toyota 來講，它肯定算是一個 EV dedicated platform。然後呢，但是200多千的這個價格還是how to say， 不能講啦。我覺得你們留言區大家討論，因為我覺得像比如講台灣市場，可能他們沒有辦法進口中國大陸的車子，然後所以可能選擇上只可以選擇 Tesla， 韓國電動車或者是這個 Toyota bZ4X。但是就馬來西亞來講，我覺得就今天的價格已經達到這樣子了，所以這個價格這個 EV range 我們知道它這個是新的，所以它有200，那邊還有22 kW 的 AC charger。但是這個 Urban Cruiser 就是 Suzuki e-Vitara， 然後這個 Urban Cruiser 它是 made in India。因為它是由Suzuki Maruti 組裝的車型，所以原本這個Suzuki Eastern Motor Malaysia 已經宣傳了很久，說要 launch Suzuki e-Vitara， 結果 Toyota 捷足先登，先推出了這個 Toyota 版本的 e-Vitara， 也就是 Suzuki Toyota Urban Cruiser Battery Electric。但是 Urban Cruiser 這個就有一點點奇怪了，因為它用的是這個 Finstream Battery， 就是 BYD 的 LFP Battery 啦。然後這個 Urban Cruiser 呢，它是賣200千的這個價格，198千，不，它是一個 Atto 2、Atto 3 level 的車子來的 ，OK， 所以賣到這個價錢，我也有一點爬頭了啦 ，OK， 所以像我講的，它有它的客戶群，這個 bZ4X 我們理解的 ，OK， 就是一個D segment尺寸空間大，然後很多人對於電動車的品牌覺得 Toyota 還是比較可靠，Toyota 做電動車 Toyota 還是比較怎麼講很耐大家的那個印象我理解。把這個 Suzuki e-Vitara 的換標車型 Toyota Urban Cruiser 我就有一點那個了啦。當然我們知道在過去幾年 Toyota Malaysia 賣的車型的價格定價從 Harrier HEV Toyota Harrier 一直到 Alphard Wildfire 甚至是 Lexus ION 的那個價錢都是曲高和寡，讓很多人沒有辦法去消化它。但是確實他們又是推出了這3台電動車這樣子，所以我剛才在底下聽到有人講，這是昨天的科技賣你明天的價錢啊，你同意嗎？你認同嗎？如果你是資深的 Toyota 車迷，你覺得這3台車子
你的看法又是什麼？所以因為我自己心裡面真是，所以今天的 Urban Cruiser BEV、BZ4X、BEV 跟 Hilux BEV， 它代表着 Toyota Malaysia 正式進入他們強調的 Multi Pathway， 就是既賣油車，也賣 Hybrid 車，也賣 BEV， 還缺一個 PHEV， 但是馬來西亞的20萬以下的 PHEV 基本上已經給中國車打包了啦 ，OK， 包括中國車，包括 Geely， 包括EMA 7 PHEV 啦，還有這個 Chery Tiggo 7 PHEV、Jaco PHEV、Omoda PHEV 等等，所以現在它Toyota Malaysia能夠玩的就是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小電池的，還有 BEV Electric Vehicle， 吧，我個人認為它肯定不是走 volume， 肯定不是走量的啦。所以我會在影片底下把這個新聞稿留言在這邊。那今天只是因為我來到現場，然後我又做了一個短片，可是我又覺得說想要跟大家分享 Toyota Malaysia 推出的這個車，所以有人問我說，哇，228千我應該買 Tesla Model Y 還是 Toyota BZ4X？ 那今天換我問你了 ，OK， 不要每次我講你講啦 ，OK， 你告訴我為什麼200多千你應該買 Toyota BZ4X 而不是 Tesla Model Y？為什麼200多千我應該買這個Toyota Urban Cruiser， 而不是買 Leapmotor， 而不是買小鵬，不是買 Zeekr， 不是買 GW whatever， 你懂嗎？就是你想得到的。然後 Hilux 的話沒有問題，因為你 either 你買 JAC 的 BEV Pickup Truck，either 你買 Toyota Hilux， 所以今天這3台車子如果只可以選一台，我肯定會選擇這個 Hilux BEV， 因為它很獨特的一個定位，它有它自己的身份，所以這兩個真的是呀，你們回答我啦，我也不會講了啦。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繼續觀看。So 既然都講到7分鐘了，我就講滿8分鐘啦。我記得那時候幾年前 Toyota 推出 Hydrogen 在馬來西亞這個 Toyota Mirai 的時候其實我做過 Mirai 的試駕的，你可以找來看啦。So Toyota 強調的就是電動車它也未必是環保的，因為雖然 tailpipe emission 是0。Zero emissions beyond zero， 但是馬來西亞發電的方式大部分還是使用 natural gas 或者是這個煤炭 ，OK， 更多是 gas 啦，我們是 gas 國等等，所以用 EV 不一定環保，因為你產電的方式其實也是不環保的，除非你用的是水力發電、風力發電或者是太陽能發電，所謂的 green energy 綠能。電動車才真正可以達得到這個所謂的 zero emissions， 不然你只是把這個 tailpipe emissions 轉移到發電廠那邊。But even that， 我還是強烈的覺得 ，even 是發電，它的那個效率還是比你打汽油、打柴油高，因為你不要忘記，汽油車燃燒效率，我給你熱效能提高，也是40-50% 的東西罷了。這個 thermal efficiency， 也就是說你打汽油或者你打柴油呢，它的 power loss 是很高的，就一滴汽油跟一度電進去之後，它到輪子上面的效率多高。所以我認為 even 全部人讓電車那個你用天然氣去發電也好，你用煤炭去發電，以今時今日的發電的這個排放的過濾等等，至少空氣整個環境都好。但是畢竟這是一個天方夜譚，好高騖遠。那你說馬來西亞會淘汰掉汽油車這個東西，我個人認為我有生之年應該不會看到啦。但是就是重點是你有生之年你要選擇什麼樣的用車方式。好像大家知道，我過去就是一直在宣導說，如果有條件裝個太陽能 solar panel、solar system 然後你才可以真正駕電動車，然後用的是太陽能，然後整個對環境也比較好這樣子啦，不然這是一個思維啦，所以我覺得很多人都講電動車現在不成熟啦，要等多5年，等多10年啦，沒有問題的 OK。但問題就是我都已經駕了2-3年，有些人駕了4-5年，都已經在體驗瞬間扭力，都已經在體驗那一種無縫接軌，體驗那種 one pedal mode， 體驗電動車的所有的 smoothness 等等。我們 suffer 二手價，我們 suffer一些等待的時間 ，but 已經是走在明天了，對很多人來講。可是這個是你們留言讓我知道啦，你看法像我。